嗯嗯嗯。嗨，大家好啊！这里是皇家蓝色健康频道。那么最近呢，某些地方的疫情出现了反复横跳的迹象，很多人都被隔离在家里，又或者酒店里被迫成为了废宅。如果你们有被隔离过的话，那么你应该能体会到，隔离期间自己的生活作息会变得不可控。比如你可能会沉迷在油里面忘记了吃饭，又或者沉迷在绿色小电影里面忘记了给蓝星人3年，也就是你对时间的观念产生了偏差，感觉平时的时间约束都不存在了。是的，时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没有了时间，你根本不知道蓝星人什么时候拖更，不是什么时候更新。那么如果时间真的不存在了，当你感受不到时间的时候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？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1989年，科学家们就进行了一个时间实验。这个实验是由美国的拉萨宇航局和意大利的探险组织共同设计的，也叫做昼夜节律实验或者简单理解自闭实验。实验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呢？我看到有些人说是为了证明时间不存在。不至于拉萨还没那么睿智。他们是计划找一个幸运儿，让他在地下洞穴里独自生活210天，看看在与世隔绝没有时间概念的环境中，我们对时间的感知有什么不同，还有我们的身心会产生什么变化。通过对这个受验者的观察进而研究太空长期隔离对宇航员的影响。这个实验的主导者叫做 Maurizio Montalbani， 他是一个社会学家和洞穴探险者。在此之前他就已经在洞穴里进行过类似的实验了。可能是因为经验不足吧没得到太多的数据，但如今有拉萨爸爸的赞助，不再冲一发真对不起自己不过这次冲的人不是他，而是其他受验者。他们对外招募了一批自愿参与的人，经过了层层筛选之后，最终一个叫弗里尼的女性从20多个受验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幸运儿。弗里尼27岁，是学生，不对，是室内设计师意大利人。选择她的原因第一是因为她是女性，有性别 buff 加成。因为面对这种自闭实验女性相比男性没那么容易进入暴走状态。第二则是因为她具有自我反省的性格和心理自律的能力，或许她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更长的时间。那么现在人已经选好了直接开搞就完事了。时间定为1989年1月13日，地点选在了新墨西哥州卡尔斯巴德的一个地下9米的洞穴。当然了不可能直接让人在这里生活山顶洞人是吧？研究人员在这里用透明的罩子搭建了一个18平米的房间，房间里没有阳光听不到外界声音，只有灯光照明设备，温度恒定20度。吃喝拉撒不需要担心房间里有卫生间，充足的食物和水，各种生活必需品，还给他配备了大量的书籍等消遣娱乐物品，其中2台摄影机全天候监控他的生活当然不包括洗澡。你们在想屁吃呢？研究员叔叔会定期给他做隔空身体检查，包括血液、体温、心率等数据，以确保他的健康。不过房间里没有任何时间设备也没有日历，受验者不会被告知现在是白天还是夜晚全凭自己的感觉生活。为了防止意外房间里有一个紧急按钮，随时可以停止实验。如果他顺利度过这210天的话，就可以得到一笔奖金。这时候肯定有键盘侠会说只要给我手机和网络，我上我也行啊。先别急，我们先来看看弗里尼经历了什么。实验的第1周可能是刚进去不久吧，他的生活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，吃饭睡觉作息跟他原本的时间差不多，每天睡8到10小时期间睡2到3顿饭，吃的食物以豆类和大米为主，闲余时间就用来看看书做做瑜伽、健美操什么的，反正玩累了就直接睡觉没问题的。此前他还是个累死不活的社畜如今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废宅生活，一个字哇就完事啦。就这样生活了1个月之后，问题来咯，他的作息开始变得不对劲，有时会隔20小时睡一次，有时隔2到3小时，但是他又没有感觉有多累，血压、心率等指标都是正常的，只是他的生物钟变紊乱了，睡眠间隔不稳定。2个月之后呢，这种情况变得更糟了。由于没有时间作为一个参考，他没法调整自己的作息安排，导致他现在几乎每次都是隔20小时才睡一次，一次睡10小时。但是他自己没感觉有什么不妥，觉得很正常。然后书也很少看了，也不怎么锻炼，一天到晚就这几样活整不了。于是为了缓解他的无聊
研究员给他送上了大礼包，包括一把吉他、一台可以玩游戏的电脑但是不能显示时间，还有2只老鼠和一些青蛙、蚂蚱作为他的宠物。他可以通过电脑跟研究员进行文字交流此时他表示自己棒棒哒，有了老鼠和青蛙的陪伴，还没感到孤独和沮丧不过这种状态没有维持多久，随着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，这些新鲜事物很快又变成了老头乐。3个月之后，他的生物钟已经被彻底搞垮了，有时候睡20小时，有时候睡2小时，有时候甚至睡上2天。饮食方面变得更加不规律，有时不吃东西只喝水有时又暴风吸入，盯着屏幕看几小时，或者坐在那儿发呆，也不看书了就像你们上课时一样。心理上呢抑郁消沉，无精打采暴躁易怒。原本自律的心理和反省的性格在此时发挥不了什么作用。到了第4个月之后累积的身体问题开始爆发，比如他的大姨妈不来了，停掉了。由于长期晒不到太阳食物里也没有补充导致了缺乏维生素 D。即便有无限的食物供应，但因为饮食不规律，他的体重比原来还轻了7.7公斤，整个人看起来就脸色苍白骨瘦如柴。之前还跟研究员有说有笑的现在已经不跟他们逼了，陷入了一种自闭社恐的状态。虽然他觉得自己问题不大，但研究员从监控里是看出来的。鉴于目前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数据了，为了避免弗里尼变成暴走达人，研究员最终做出了决定，停止实验。1989年5月22日，弗里尼从洞穴里出来了此时研究员故意没有给他说明时间，而是问他：你觉得现在已经过去多久了？他的回答是2个月，但实际上呢，已经过去4个月了。131天，比他预测的少了2个月。不过这131天已经打破了女性在洞穴中隔离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了。虽然没有达到要求的210天但实验也算是完成了。当然，实验结束了，后遗症还没有结束。最明显的就是那种抑郁不安的心理仍然尾随着他，作息时间和饮食习惯也没办法很快调整过来。不过弗里尼并不后悔，他说：那里很漂亮，如果有机会我会再搞一次，而且必须是山洞里面，而不是什么人造空间。果然还是当废宅舒服社畜是没有前途的。那么看到这里，你应该发现了，这个实验研究的其实不是时间，而是长期的隔离、幽闭的空间、没有昼夜和声音、不能交流等条件下对人体生活产生的影响。导致弗里尼生理和心理变化的原因跟这些都有关，而不只是实验。就算在房间里给他1个钟实验的结果就会有变化吗？不一定，因为对于他而言这串时间不过是抽象数字，他看不到太阳看不到月亮，看不到时间变化后他周围的环境会有什么变化。那么就算他看到时间数字在变化，也是毫无意义的，他感受不到。就像你们经常白嫖我的视频一样，是没有意义的，你感受不到手中的硬币在变化。所以时间存在吗？你能否看到时间跟时间本身有何关联？这个问题是很多暴躁老哥们撕逼兑现的灵感来源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，对于像我们的物理学家来说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区别只是一种顽固的幻觉。这句话被许多人理解为时间是一种幻觉，或者说时间不存在。时间是不是一种幻觉？我们先得理解这里的时间指的是什么。在人类的主观印象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对时的分割，比如古人根据太阳投影制作的日晷，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10分秒都是对时的划分。但实际上，时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也闻不到的东西，我们只能感受。人类为了更好的思考和计算，我们对时划分的间隔，也就定义了时间。比如1分有60秒，地球自转是1天公转是1年。但这里的时间仅仅是对于人类而言的，对于你家的猫狗对于蚊子苍蝇来说，这是毫无意义的。又或者对于其他星系的外星文明来说，我们所说的时间根本不是一个东西，他们有自己的定义和理解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看到的时间本是不存在的，它是人类定义的标尺。但是时呢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。物质的运动变化和顺序性就是它的表现。如果没有了物质那就没有了时间。你跟女朋友表白的时候可能会说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。这里的永恒指的是时间，对吧？但现代宇宙学理论认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是没有时间一说的。空间和时间都诞生于宇宙大爆炸之后，被称为基点。在此之前谈论时空是没有意义的。而时间、空间和物质又是并存的关系，不能分开来讲。在这点上，我们物理书上的老同志爱因斯坦就做过解释。在20世纪以前的经典力学里，科学家们普遍采用牛顿的绝对时间观。
也就是时间和空间是两个独立的存在啊，两者没有什么关联。你喝水用了2秒啊，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啊，这2秒就是2秒。但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中，时间和空间组成的4维时空啊，两者并不绝对。比如你坐在一辆以接近光速行驶的列车上，而你的 gay 友在站台上，你在车上看着手表喝水用了2秒，但你完成这套动作对于你的 gay 友来说啊，其实是3秒。这便是时间膨胀理论，速度越快啊，时间越慢，速度越接近光速，那么差距就越明显。也就是说，时间是相对于参考系而言的。不同的参考系啊，时间就不同。用这一理论再去看爱因斯坦说的话，就可以理解了。为什么说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啊是一种错觉？现在的我们啊，对于我们来说是现在，但对于其他参考系的观察者来说啊，比如外星人，有可能已经过去了啊，也有可能是未来。我们并不是同时的啊，不在同一个时空上。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星星啊，离我们可能有数千光年，但它在那里吗？啊，不一定，或许已经毁灭了。只是光传递到我们的眼睛上需要很长时间，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消失前的样子。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，爱因斯坦说的幻觉啊，不是说时间不存在，而是说时间的相对性。按照这个说法，你现在看到的东西啊，严格来说都是过去域的，因为光的反射啊需要时间，你看到的都是光反射前的样子。你看完视频后点赞，你看到点赞的那一刻啊，其实已经过去了。那么过去的事情你怎么改变呢？啊，改变不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试一下啊，有问题尽管找我，我不会帮你解决的。好的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没有帮助的话，那你就关注绿减黄星人啊，解锁更多绿色健康故事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啊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